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in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期的 Winformation。这一次也是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，让我们来看一看。What language does Bella, Liam, Louis understand the best? Bella, she can understand Cantonese, Chinese, English and Korean. Genius. 然后路易和利亚，我觉得他们好像连自己的名字都还不知道。他们可能是知道他们自己的名字，但是他们好像不太会搭理我们喊他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可能是猫吧，他们可能有这个王子病。我听 Henry 和这个 Ken 说，他们说路易和利昂他们的早上的时候非常的粘人，但是呢，在我能看到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一副就是爱搭不理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瘫在那种沙发上的那种北京瘫，不是猫瘫的感觉。下一个问题是 Win 觉得目前吃过坤哥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我觉得其实坤哥做的菜每一道其实都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让他就是可以开发他的新的一些菜系。比如现在其实一些简单的，对于坤哥来说都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。我觉得坤哥可以去挑战一些什么 lobster 呀，什么鲍鱼啊，什么大闸蟹这种比较高难度的，我觉得更适合坤哥，也很适合我们啊 ，genius 啊！我还得再说一句，就是前两天。我 Henry 和坤哥，我们三个人在晚上的时候特别饿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做了非常好吃的拉面，然后他们都欣然的觉得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厨艺也是有进步的，虽然现在还是仅限在拉面。好，我觉得每次参加这个 Winformation 都是在锻炼我的这个 English， 对。Among 7 members, whose room is the cleanest? 谁的房间最干净的？其实我们的房间都挺干净的，对。Wow. Because we have immune. If you could only eat one foo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, what would you choose? 호거. 제 생각에는 호거. 네, 왜냐면 호거 안에 많은 음식이 있어요. 그래서 호거 하나 먹으면 많은 음식 다 먹을 수 있어요. 그래서 평생 먹을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. 근데 만약에 솔직하게 말하면 고기 없으면 진짜 못 살아. 이런 거 비슷한 노래잖아요. 그래서 고기 진짜 필요해요. 저한테요. 最近有什么新的兴趣爱好吗？其实最近的兴趣爱好来说的话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养了就是路易和贝拉还有里昂嘛，就3只小动物，就更多的时间是在照顾它们。然后每一次在回家路上，其实都是非常期待的，然后也非常的怎么样，很幸福。那个路上就是感觉回去就能看到有3个小朋友在等我们，然后看到他们，其实心里也会很开心，然后很有满足感。就那个时候就可以感觉到，就是爸爸妈妈的一点的感觉，就是以前爸爸妈妈照顾我们的感觉，就是现在能大概的体会到。所以我感觉以后我也会成为一个好爸爸、好父亲的。Nice。Win 最喜欢粉丝叫你什么名字？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话，怎么叫我其实都可以，因为只要是你们取的，其实我都喜欢，都不错。然后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就是可以做的问题吧。我看看，我找一下。Win이의 MBTI가 궁금해요. MBTI? 그럼 한번 해볼까? 왜냐면 해본 적이 없어요. 좋아. 그럼 오늘 두 번째 윙포메이션 주제는 윙윙의 MBTI. 하잉.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你发现在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有困难？其实我不怎么跟
别人自我介绍，其实，因为我比较就是怕生，除非是在一个大家都在的一个场合下，我可以比较轻松，但要是比较就比如我和对方在的一个情况下，会不怎么这样做，所以呢，我选择同意。你经常陷入沉思，忽视或忘记周围。同意，这个是非常的同意。对，确实偶尔会这样。旁边一个人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是，他除非就是比如说这样子，或者就拍我一下的时候，我才会怎么了，就会这样。你总想尽快回复电子邮件，无法忍受杂乱的收件箱。电子邮件啊，其实没有，因为我电子邮件有200多条，其实我都没怎么看过，所以其实还好。收件箱真的是没怎么弄。如果是微信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般看的会比较晚，所以说回复别人也都比较晚，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哦。所以这道题我投反对。下一道，你发现即使有些压力，你也能轻易的保持放松和专注。同意。但是不是很同意吧，就是同意的一格，因为感觉压力的话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就是小的压力啊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压力其实能伴随着就是进步嘛，对，也可以给你一些动力，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来说，有一些小的压力其实是一些好的事情。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吗？我觉得没有吧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闪光、非常闪亮的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。你通常都很有活力和动力。同意。通常，对，他的问题是通常。对你来说，不让别人感到不愉快，比赢得辩论更重要。我是同意，我真的同意这个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同意。你认为自己更现实，而不是更有创造力。我同意。我感觉啊，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不是我说的啊，就昨天我上这个韩语课的时候，韩语老师跟我说的。他说我其实是，在他看来，我是魏神 V 里面就是怎么说呢，最成熟的。不是我说的啊，虽然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这个是别人就是我们这个韩语老师跟我讲的。哎，我也其实不想承认，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更现实、更成熟的一个男人吧。下一个，你常常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感受，反对。这是我感觉我从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就是铭记在心的一个东西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，就是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给别人。在自然环境中散步时，你常发现自己陷入沉思。同意，确实有的时候平常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对。为了父母，你更愿意看到孩子成为善良的人，而不是聪明的人。同意，这个必须同意。我之前就觉得，如果我有了孩子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好爸爸，好父亲的。在新的已经说了50个问题了，加油！在新的工作好多啊，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这要弄到什么时候？加油！在新的工作单位，你没多久就开始参加社交活动，反对。其实我现在都特别少的参加社交活动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比较宅的人，就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，不是大部分吧，我基本都是在家里。特别是现在家里多了猫和狗狗的情况下，就更喜欢在家里了。你更多的是天生的即兴表演者，而不是周密计划者。反对，因为我这个问题其实跟前面有点像，其实我还是比较计划派的。你更多是受情绪控制，而不是控制情绪。反对，其实我比较擅长控制情绪，真的，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杀手，对，我比较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对，不太爱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在这个表面上。你经常花时间探索不现实、不可行但会触发灵感的想法。这个比较
爷妹，这个比较敏感，同意吧？虽然我比较现实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做这些事情的话，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是一些不一样的体验。当以后老了以后，再回想起一些以前做的比较傻的事情的话，会会心一笑的感觉。你是个相对拘谨、安静的人，同意？因为我感觉我还是个比较安静的人，对。喂。如果你是企业主，你会觉得解雇忠诚但绩效不佳的员工是件难事。同意吧，因为我感觉，毕竟可能他跟了我很久很久，然后就算他可能之后没有做的那么好，但毕竟这个情分在这嘛，所以说还是很难做这种事情。你经常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。同意，真的。现在我还是比较年轻，才20来岁，但是我经常会思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在与一群人共度时光之后，你感到更有活力。确实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人嘛，就像之前问题说的。但是其实跟就是我们的成员们，跟我们微生微的成员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经常能带动我的情绪。对，确实跟他们一起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的时候，我会特别开心。所以说，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你经常把东西放错地方，同意？但其实我感觉现在的人大部分都会干这种事情。但反正我们宿舍的人大部分都这样，就没有哪个人不是这样的。对，确实是，大部分都是。包括坤哥他都会经常会就是会，我手机呢，我钱包呢，他也会这样，更何况其他人。你不会叫自己梦想家，同意吧？不行，你不会叫自己梦想家。我应该不是，所以说我选同意，我是比较现实主义的。你总爱拖延，直到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每件事情，同意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老师会布置作业嘛，暑假之前我都是拖到最后几天才做的，临时抱佛脚，我妈也经常老这样说。其实我还是比较计划派的。在社交场合，你经常很主动，反对，对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社交场合，前面也说过了。出来了，你的人格类型是 INFJ-A，中文叫提倡者。我竟然是个提倡者，好吧，我看看啊。精神是58的内向型，42的外向，那还是比较内向，还行，比较准。精力，直觉型和现实型，我直觉是59，现实是41，我不一直是，这是什么？本性，我是感受型，67，逻辑型是33%，我是个感受型的，果然我是个 artist baby。现在来念一下这个 INFJ-A 的人格，提倡者人格。提倡者人格类型非常稀少，只有不到1%的人口属于这种类型。我就说我是个非常特别的人，大家。1%不好意思，但他们对世界的贡献不容忽视。哇，看来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嘛。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感，但真正令他们与其他理想主义人格类型区分开来的是他们的果断、决。可以，果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这个还是很准的嘛，我就是这么一个，就是这个果断决绝的人呐。但他们不是懒散的空想家，而是能脚踏实地完成目标、留下深远的积极影响的人。看来我对我们微生微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吗？他们现在都是在深受我的影响之中，而且我也在脚踏实地的完成我的目标。他们把帮助他人作为生活的意义。请叫我21世纪的红领巾。虽然你会在营救活动和慈善工作中发现他们的身影，但他们真正理想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让人们一开始就不会陷入困境。哇，你看我还不是一般的帮助别人的人，我还是那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，让你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陷入困境。
代表我是一个温柔体贴、善良大方的人呢。哎，这种人格真的是1%，哎，都太稀有了。哇，很准呢，跟我一模一样。一旦热情失控，他们很可能把你处于劳累、不健康和紧张的状态。啊，确实会有。但是当情况不可避免时，他们会用很不理性且无意的方式反抗。啊，会，哇，真的，可以哦。这个提倡者跟我很像，在提倡者们看来，世界充满了不必要的不平等哦。没有任何其他类型比他们更适合发起一场或大或小的纠错运动。他们只需要记得，在他们关心这个世界的同时，别忘了关照一下自己。哇，挺好，其实挺准的，真的很准。我感觉今天的这个 WeInformation 这个第2期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觉得还是非常准的，对于我来说。基本上90%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感觉的，对，所以大家也去试试吧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挺好玩的。回去我也会让我们卫生微的伙伴们一起也去试试这个，看他们是什么人格，但肯定跟我这个没法比，哈哈哈。结论，关于这个 MBTI 的结论呢，我是 INFJ-A， 对，然后呢，我也非常好奇你们的是什么人格，所以你们要测完之后记得给我看哦。Let's get it！ 好，今天的这一期 WeInformation 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大家记得多给我们留言哦，我们还会办下一期，拜拜。